出台，准时上钟了，朋友们，这么快又见面了。今天呢，就是闲聊时间，讲一讲这个医学影像，还有诊断治疗啊。作为普通人，你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不要被这些影像学的结果，还有一些体检的结果吓尿了。事情是前两天在那个刘伟老师那个天天向上针灸群里面，那个群里每天就是会轮流有一个同行分享一下知识，大家的经验呀、技术啊。我之前也分享的那个 CCP 嘛，常见代偿模式，然后录了一个小视频发在群里面。这次呢，也是一个温哥华的中医。我不认识啊，虽然同在温哥华同行，但是确实是没有交集。他分享了一个疾病的认识，是什么呢？叫做钙化性肩关节炎，大概是这个，我具体的名字我也没记啊。就是我一看那个文章，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这个知识太陈旧了？之前好像没有在教材上或者是专业书里面看到过这个病。后来看完了也才明白，就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病，它等于是单独把一个症状、一个影像学检查的结果单提出来拿出来作为一个单独一个病。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你从鉴别诊断来说的话，是很难鉴别出来的。就是它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说，你通过照片子呀、做 B 超，在肩关节的这个韧带肌腱里面能够发现这种钙化点。但是同样是肩关节痛，同样的其他的肩周炎也好，肌腱炎也好，还有一些肩关节的肩袖损伤，其他的很多人照完检查、照完片子以后，一样可以看到这个钙化点。很多健康的人，他没有任何肩痛，没有任何肩关节的活动受限的话，去做这些检查，一样能够看到这些钙化点，而且是相当大的比例。我还专门去查了文献，有这种在30到60岁的女性做了这种大批量检查之后，发现非常多的比例都是有这种钙化点的。但是这个钙化点有和没有，然后这个有个钙化点这个大小、形状，都和疼痛不一定有关系的。就是你可能它这钙化点很大，并没有任何症状。那我看他这个同行分享的这个文章呢，他说区别就是说，如果你的这种中年女性，她突然没有任何原因，没有外伤情况下，突然出现剧烈的疼痛，而且是夜间疼痛明显，白天活动的时候减轻，就可以诊断是这个。如果同时有这个影像学检查的话，那这个是我觉得是，不管是从患者的角度，还是从临床医生的角度来说，你首先你做一个精准的诊断的话，就没办法明确诊断，对吧？这个刚才就说了，你这是很多矛盾的点。那有这个钙化点，它不一定疼；那有疼痛，它不一定有这个钙化点。那你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不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疾病的。但是他为什么分享之后，他要说把这个单独的疾病提出来呢？就是他就认为这个钙化点就是引起剧烈疼痛的元凶，而且他把它分成3个期，就是你形成期，然后静息期，最后是吸收期。而且他的这个文章写的是我就不念了，他那文章很长。简单说呢，就是你长这个钙化点的时候，它形成的时候并不疼。然后形成之后呢，它有很长时间的一个静息期，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它有这个钙化点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然后最后呢，出现说你的免疫系统开始巨噬细胞开始吸收它的时候，它叫吸收期，才会有这种剧烈疼痛。那这个就是，那你怎么把这个当做一个单独的病呢？对吧？它吸收期了，它才疼。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从逻辑上就很难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一个疾病。那什么引起它吸收呢？吸收到什么程度它会疼呢？这个就说不通。而且我对这个文章最大的意见不是说对这个分享的医生，我觉得还是分享精神很好的嘛，就是你至少让我们知道有这种认知。
但是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啊，就是我看到最后，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一个专门做关节镜的大夫，或者是做关节镜的这个科的医生来写的科普文章，他就把他这个治疗手段当做一个诊断疾病的依据，因为他的治疗手段就是从关节镜里面，然后把这个所谓的钙化点取出来，然后而且说取出来之后就不疼了。那你关节镜，我们知道啊，他那文章里说是筷子那么粗细，但是实际上我们见过这个做关节镜的病人，那个可不是正常人没有用那么粗的筷子的。你那个现在的关节镜的技术，关节镜其实最开始它是内科镜，最开始就是做胆囊、做妇科这个用的。那个关节镜那个洞可不小啊，我觉得应该是有正常成年人的这个食指或者中指这个粗细了。那你在肩关节这么精细的地方，肩关节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它这个关节是比较复杂的嘛。那你要打一个眼儿或者打2、3个眼儿，这个关节镜本身损伤的程度就不低啊。这个你取出来就不光是那个钙化点，你对它的韧带也破坏了，软组织也破坏了，皮肤也破坏了，这是一个微型手术啊，对吧？那你就不能说是你把这个钙化点取出来，它的症状发生变化。而且临床上，我反正是见过很多病人做了关节镜之后，他把这些东西取出来，并没有好转，反而会加重的。我之前在俄罗斯的时候吧，就是有一个高管啊，这我也不知道是高管还是政府高官啊，就因为当时嘛，就是国内的不能说，但是俄罗斯的是可以说啊，就是我去不是当时有特殊项目吗？当时其实主要就是我的任务就是给2个人这个治疗，一个是给普京这个政治上投资的，就是从他没名的时候就在圣彼得堡，就从给他这个专注各种资金啊、支持啊，让他这个一步步走上这个大位的，这个就是一个财阀吧，圣彼得堡当地的一个财阀，这个董事长。还有一个呢是普京的大学同学，是圣彼得堡的市长，市长，还有彼得格勒州的副州长，就是他大学同学。他大学同学是一个中国迷，这个特别喜欢练太极拳啊、传统武术啊、气功的这些东西啊，我就给他们去治疗嘛，所以他就把身边的很多病人就介绍到我这儿来了。其中有一位女士，就是刚才说的没有外伤，没有什么剧烈的磕碰啊，平常也是规律运动，应该是60岁左右吧，忽然出现右肩剧烈疼痛，然后呢，他这个不是在这个俄罗斯有钱有势嘛，就觉得俄罗斯大夫都不行，觉得俄罗斯大夫都水平都太差了，直接飞机飞到德国去治疗了。德国就是给他做的关节镜，第一次呢就是打了3个眼儿，然后反正该清理的都清理了，清理完了之后呢，回来了，本来就是疼嘛，然后做完以后疼没减轻，反而抬不起来了。他跟我说的就是第一次做完，然后原来这个疼更厉害，而且手就抬不起来了，说在家里游泳池游不了泳了。之后呢，那就联系德国医生，德国医生说不行，那你再做一次吧。过了1个月又做一次，又打3个眼儿，那就你想想，一个肩膀打6个眼儿，手指头这么粗的关节镜，那基本上就没有空余的地方了。做了2次关节镜，打了6个眼儿，结果呢？结果疼的变得更厉害了。说之前疼吃点药，吃点止疼药还能忍一忍，就没那么难受，然后晚上还能睡着觉。但是疼那个活动呢，只是说抬不了那么高了，但还能多少能动。做完第2次，一点都动不了了，而且就手上一点劲儿没有，就是握手握不了，拿东西拿不了，非常严重了。然后我见着他的时候，就已经是做完2、3个月了，还是跟刚做完没什么差别的，就是疼痛很剧烈，影响睡眠，
然后这个整个人这个状态都特别差。然后说那怎么不再做关节镜了呢？就是他不会不做呀，他去一次德国，据说是至少20-30万欧花出去了，都是请的顶级专家，做完越来越厉害。然后说那你得再做呀，说又约了说不行，你这没地儿打眼了，没法再做了，你那怎么办？先保守治疗吧。然后跟俄罗斯这边保守治疗一段时间2-3个月也没见好，然后我就在那儿就给他扎了针灸。其实他一开始就特别抗拒的，就是说德国的医生都没给我做好，最先进的关节镜都没给我做好，而且做的以后又厉害了。俄罗斯的大夫更不行了，治2-3个月也没什么缓解。然后呢，中医他没接触过，然后他觉得中医肯定不行，当时是根本就不让我碰他这个肩膀，就说我这肿的太厉害了。然后德国的医生说不能这个局部做按摩，不能碰。我说那没办法，那你拒绝碰的话呢，我就不碰你这个肩膀。然后我就给他松解了一下手腕，然后手腕这边循经取了一下穴位，扎了一下针灸。扎完以后呢，我觉得差不多了，就脉象变了嘛。然后我说，那你现在试着抬一下手，通过翻译啊，我也不会俄语。然后他一开始就很吃惊的看着我，他说：“你这刚几分钟你就让我抬手，什么意思啊？”我说：“你试一下吧。”然后你反正俄语不好，找那个俄语翻译是那个留学生，可能俄语也不是太好，反正我听着就是都是重复说一句话，就大概就是让他试一试。然后最后他就试了一下，就直接抬起来，然后直接哭了。我当时都手足无措，我说怎么是试一下抬一下手，这还哭上了呢？然后这就开始跟我诉苦啊，就说多难多难，什么这个还得应付工作呀，什么，然后飞去德国多不难，多不容易啊，花了多少钱？这我说赶紧劝一劝吧，就赶紧安慰他。然后就这样，就才刚开始让我碰他这个肩膀，然后就慢慢就给他治了几次之后才好的。那你有这种经验的话，那我就觉得这种文章，那就纯粹就是关节镜的医生给自己做宣传来做的科普，那这个就不是客观的，因为你不能解释所有现象，而且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的这个推论，你的逻辑链条就是有问题的。这个就是我之前那个视频里面也说过嘛，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医学还有中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你是从病理出发还是从生理出发。你如果是从病理出发，那你一定是看着这个长出来这钙化点你就别扭，你就是要把它给去掉才行。你不去掉，你觉得这个病好不了，而且你觉得所有的病就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引起的，因为你只能看到它，你只把这个关节局部这儿能够发现的，能够通过仪器检查出来的东西，你认为它是一个病理的因素，而且要通过改变这种病理因素，试图改变这个人的生理状态，改变他的症状。那中医这个思维啊，我觉得更多应该是从生理上角度考虑。就他有钙化点的时候，你像他这个文章也是说嘛，你生长的时候、静息的时候，它并没有疼痛，并没有活动受限，那你就跟它和平共处就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它疼的时候就要把它去掉呢？那你去掉的时候，你不可能说隔空取物，对吧？直接把这个隔空取掉了，你关节镜进去，你也是对软组织、对这个机体的一个损伤了。那这个损伤怎么算呢？而且你取掉它，那它不一定就没有这个钙化点的人，他一样会有肩痛，一样会有关节受限的问题。这就说我另一个案例了，我之前还治过一个肩膀特别有意思的病人。那个病人呢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当然已经退役了，但是他一直还是保持这个运动习惯的，没事就拉拉单杠啊，然后没事就做点高难度的动作。他来看病的时候呢，是说他太太正好生小孩，然后他就比较关心嘛，就在这个产房外边等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压在胳膊这儿吧，睡在那个走廊那个凳子上了。
然后早上起来就觉得，哎，我这肩膀不对劲儿，不舒服。那你说过来以后，我说那你疼不疼呢？他说不疼，就是觉得肩膀不对劲儿，有点别扭，跟平常状态不一样。我说那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就查一下他的肌肉的状态呀，关节的活动度。就是一查，我说你这个关节活动度非常好啊，比正常人大得多。就是我原来视频也提过，就是我们学医的时候啊，不管是中医西医学解剖，那本解剖书叫做《正常人体解剖学》。就什么叫正常人体解剖学呢？就是那书上所有的这种结构也好，关节啊、骨骼、肌肉状态也好，还有你的关节的活动范围也好，它是按一个统计学来说的大多数人的状态来定的，所以叫正常人。正常人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它这个正常人的这些概念啊，这些数据是从活人身上统计来的，那个解剖图谱是照着人画的，但是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照着这个解剖图谱长的，就是你去找，没有人长得那么标准。可以说每一个活体，它这个解剖图，它的骨骼结构，它的肌肉状态、肌腱、筋膜的这些状态，和那个标准的正常人体解剖学上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病人呢，他就是长期练这个体操嘛，所以他肩关节就随便一动，每个角度活动范围都比正常人大得多。但是他就觉得我得肩周炎了，我这活动范围变小了，你这找谁说理呢？那你去查呢，他就去查了，拍片子、做 CT、做核磁、做 B 超，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异常，状态非常好，又年轻又长期锻炼，然后也没有大的损伤。那你这种情况，你如果是关节镜的医生，你给他做，你都没得可做，对吧？你进去以后，你去除什么呢？你去清理什么呢？没得可清理。那他有没有症状呢？他自己有实实在在的症状，他自己感觉活动范围变小了，自己感觉这个力量变差了。那我们从生理角度就可以考虑，那我很简单，你两个肩膀嘛，那你一边肩膀觉得不舒服，我把你这边的肩膀做到和那边一样大，甚至更大的活动范围，更好的状态，它的供血好了，那它状态就好了，它的身体结构、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就这么做的，你这么想，你也这么做，我就是怎么想怎么做。他不是说像有的这个医生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啊，就是说的就高大上，但是治了你就看就治的稀里糊涂的。我们之前那个体育总局开这个学术会议嘛，有时候不知道哪个领导找了一个骨科圣手，就是我们一听，我说哇这么厉害，骨科圣手，这都没听说过的名号，这一般人也不太好意思把这名往自己身上扣吧，对吧？你这安广林啊，任玉衡教授这都没敢说自己是骨科圣手啊。然后呢，那我们说听一听，学习学习吧，就坐下边听着。结果这个哎呀，真是听的最痛苦的一场演讲，就是讲呢，就所有的疾病，就是上来就说，哎，这个腰疼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简单，太简单了，简单的不能更简单了，就是简单三连。然后那怎么治呢？这个治疗也非常简单，治疗呢就是这么一治就好了。那我们就听的这个晕啊，就绕来绕去。那您到底怎么治的呀？说不出来，就是自己怎么治描述不出来。然后这个病呢，怎么认识这个病，他也说不出来。那我们想呢，说是不是骨科圣手就是这个临床实践能力特别强，动手能力强？然后这时候就好像是东北辽宁的一个队医吧，然后就直接举手了，他说：“哎呀，这圣手大师，这个我腰就不舒服，您能不能拿我做例子示范一下怎么治啊？”然后就上去了一个女士，然后我们这也很期待啊，说看一看这个圣手怎么治吧，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就上去就看，好像跟我们治没什么区别，也就是先放松放松，然后做这个腰部扳法，
结果搬了3、4下没搬动，然后这个有点下不来台。后来主持人过来圆场，说：“哎呀，今天状态不好，我们这个开完会以后再交流这个治疗吧。”啊，就过去了。就是你就说，这个好多人，就是你说都说不明白，那你怎么能治得明白呢？我就老说这个，老跟病人说，就是健康是什么呢？健康就是你认知的变现。实际上啊，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你作为治疗者，作为医生，你的疗效也是你认知的变现。你如果认知不到位，或者你认知是拧着的，或者你认知跟你的实践匹配不上，那你不会有疗效，或者你有疗效也是不稳定的。就还说回来，刚才说分享的这个文章，这个文章为什么我说他是关节镜大夫写的呢？因为他明显是不懂的。他写的是说什么？说你如果是诊断确定是这个病了，不是别的病，那你可以选择什么呢？可以选择口服消炎止疼的药治疗。那这是常规啊，你有没有这个病，都是用这种常规的治疗，都是口服这类药了。那其次呢？其次他说啊，你可以做物理治疗啊，那这也常规吗？啊，这第三呢，就是可以做冲击波，可以热敷。那这就和我们的常识和临床这个经验就完全相反了嘛。你如果是像他文章说的，你肩关节是吸收期啊，稍等一下，我交代一下。哎，我做直播，这个房间就先关闭啊。大家稍等我一下啊，我把钱先给你。没事没事。阿姨，我们这没来得及破零钱，就直接给您2次的，下次我就不给您留了。要我给你联系啊？不用不用，下次我就不留了。没事没事。不好意思，今天是那个诊所请的香港阿姨过来做保洁，然后给她结一下账。就刚才讲到哪儿了？这个一停有点忘了。说到对，就说到他这个文章里面写嘛，就说你可以吃药，可以这个物理治疗，可以冲击波，但是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啊，可能这是学术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从我的观念还有我的临床这么多年的见到的，像他说的这种疼痛的时候是吸收期嘛，那等于你呢是一个炎症的一个活跃期，它这边的炎症的浓度是比较高的，你关节局部的炎症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时候，你如果用这种局部刺激的，比如冲击波，还有这种热敷的情况，往往会让这个炎症状况加重，让它这个疼的更严重、更厉害。所以我就说，这个写这文章的人可能是不太懂这个物理治疗，还有这种常规的冲击波呀，这种热敷的这种，他至少没有想明白这个事情。他就只是观念的重点，他就是关注在这个钙化点上，就没有考虑说你炎症是怎么来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认为说，你好好的，为什么你这个肩关节的这个韧带肌腱会长这个钙化点呢？这个实际上在很多的临床研究当中、实践观察当中，我们都是已经有很明确的这个定论了，并不是什么未解之谜。你像我们看到说，这个自然界当中，这个蚌里面会有珍珠，它其实就是钙化嘛，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异物刺激它分泌炎症，然后慢慢钙化。好多如果是说我们就不说这个文章了，就说好多普通的病人、普通老百姓，他没有医学常识，他的第一个思路就是，我做出检查来，我长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引起的疼痛，所以我治疗呢就是要针对这个东西，
这就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一个逻辑思考嘛。那我觉得作为有这个医学常识、医学背景的人，不管是中医和西医，我们其实都是要背后问一句为什么。也不光是说这个肩关节这里了，就是我们很常见的，比如说腰椎间盘的突出，还有这种其他关节的一些增生啊、骨刺啊这些，那它是病理产物嘛？那病理产物它一定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着火了会有火警，就现在房子里面，像我这房间里面，它也有这个喷淋装置嘛，就是你一旦它有这种高温，有这种烟起来了，它这个烟感就会报警，然后它这个喷淋就会往下喷水，就会尝试灭这个火啊。那我们说人体当中，你的炎症，还有你的疼痛，它其实是你人体的一个免疫系统正常的一个反应，你的神经系统的反应，免疫系统的反应。免疫系统它要觉得这里有问题了，着火了，它会开始产生炎症。炎症实际上就是一个机体的自我免疫嘛。然后它到一定程度，炎症到一定程度，或者说这个钙化点到一定程度，它可能压迫血管啊，压迫软组织，进一步压迫神经，然后你才会有疼痛，你会感知到疼痛。那疼痛就相当于这个烟感器这个报警器嘛，就是它这里在发出这种报警声，这个就相当于你神经系统这个疼痛的信号。那你要解决问题，你是应该解决引起炎症、引起这个报警、引起疼痛的这些现象，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火扑灭，而不是说我要把这个烟感器这个报警器给拆掉，或者把这个喷淋装置给拆掉。这个是正常的逻辑思维吧，就是我们类比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来说。那医学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只看着这个烟感器，只看着这个报警器的话，那你就看到这个钙化点，看到你腰间盘的这个突出，看到你的骨刺啊，看到你的一些病变的机体，你就要把这个除之而后快。实际上并没有把生成这个病理产物的这个环境真正的问题给解决掉，那它只会说再到合适的机会的时候，它还会复发。你可能你把它报警器拆掉了，你把这个钙化点，你把这个间盘突出去掉了，它当时可能是不会报警了，不会引起疼痛了。那最后呢？最后你力学环境没变，它这里的还是缺血的状态。实际上，这个钙化就是因为缺血，这个过程呢是有点慢，它不同的组织啊，这个钙化然后增生的原理也是不太一样，但我们就简单化一点。从我的观点里，就是认为它的力学环境发生变化了，长期处于一个不正常的压力或者拉力的状态下，然后同时有这种慢性的缺血，当然也有可能是急性的缺血啊，才会有这种病理产物产生。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的，不是说靠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这种透视眼的，你是没办法看到自己身体或者别人身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类似的现象当中可以观察得到。大家都有去超市的这个经验，超市里面有一种商品就是新鲜的牛肉，那个老王说这个什么，这叫温体牛吗？就是这肌肉还颤的，是活体牛肉。这个加拿大超市没有卖，但是加拿大超市有卖很新鲜的这个鲜牛肉的。大家买的时候，或者是你买回来之后，你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什么感觉呢？新鲜的牛肉它一定是湿润的，里面是有很多水分的，而且你摸上去是很有弹性的。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肌肉里面水分比较足，然后甚至血运还是有的，就是里面是有血的，有水分的。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相对健康的肌肉的状态，对吧？牛的肌肉也是肌肉，人的肌肉也是肌肉，这不是同样的状态吗？但是超市里面还卖一种牛肉，叫牛肉干。你去试一试这个风干牛肉，那个可能牙口不好的他就没办法直接就嚼着吃了，你可能你得先拿唾液先化一化，让它湿润一点，弹性恢复一点，就变得非常干非常硬，一点弹性就没有了。那日常生活中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还能看到海绵，洗碗的这个海绵布，你蘸上水的时候它就很柔软的，很有弹性的。那你挤干了之后你放在那儿不管，过了1天2天它里面水分没了，你发现变得硬邦邦的，一敲桌子就能敲出响来。这个就是说你的含水量就决定它的弹性，决定它这个组织状态，因为都是细胞嘛。当然海绵它是有海绵结构啊。我们就说人的这个肌肉是不是和牛肉的这个结构是基本是一样的？怎么可以加强勃起？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里面能流更多的血进去，它的状态就可以更好。人体其实是一个液压的系统，就是你的牛肉它里面血液充分，水分比较足的时候就是很有弹性的，然后它进一步泵血到里面，充血之后，这个肌肉就可以变得非常硬。然后呢，这个其他组织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心脏也是一块肌肉。然后这个留言的朋友说的应该加强勃起，应该说的是阳具吧？那就是不管是说这个壮阳的药品，还是说这个壮阳的一些功法，其实都是一个原理的，就是你改善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让它充血的时候充分的充血，充血的百分比就决定了它的硬度。我们都知道这个阳具的硬度啊，就是我们面部可以找到，你和脑门的硬度、鼻子的硬度和嘴唇的硬度，就是决定它的充血的程度。充血足的话，勃起的状态就更好。就简单说一下，要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专门录视频或者做个直播。方法是很多的啊，有的方法科学一点，有的方法呢就胡来，有的方法就容易造成一些后遗症。比如这个国内我看网上流行，就是号称是什么这个少林铁弹功啊，就是绑起来吊重物啊，或者是拿东西捶打呀。这个呢本身是有科学的方法，但是你花钱去学的那种网红方法肯定是不科学的。就是包括那个于力，就是司马南嘛，他年轻的时候这个自己吊起来，吊下边吊俩人，那个练法就是练错了啊，他那个练法练的不对，就不应该那么练，那么练效果不好的。就简单就是说这么多，不多说了啊，多说是不是就应该打赏一下？我说的这个其实已经比他们好多培训班讲的要多了。你要打赏的话，我可以再多说一些细节。我们今天还是讲这个肩关节这里，就是从这个病理现象，就是病理产物和实际的你的生理结构、生理功能，它不是成正比的。更多的是我们要关注它的这个结构合理不合理，有没有出现影响你功能的这种结构的错位啊？比如说，肩关节的它的关节间隙变窄了，然后它的这种活动受限了，或者说你的腰椎间盘它能不能正常承受你的体重了，这个是更要关注的，而不是说我看到这个突出了我就一定有问题。昨天吧，还好像就有个病人，就是说拿着这个报告过来了，就直接就要看病，
而且就是不知道是受这个抖音啊，还是受这个朋友的影响，就是焦虑的不行，就说我会不会瘫痪呀？那我说，那你这个状态看着挺好呀，年龄也不大，然后活动自如，有什么症状呢？他说我这个手都开始麻了。我说那你手什么时候麻呢？这个我睡觉的时候，比如压到这个手上，压时间长了手就会麻。我说那这个正常人的话没有这个病，他压时间长了也会麻，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一定是病理现象。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一下你的睡觉姿势啊、枕头高度啊、床垫的问题，调整一下睡姿可能就好了。或者说你简单你加个抱枕，把这个神经这里、腋神经这里不要受压，睡觉的时候麻木的这个症状可能就会好很多了。然后他就给我拿了他这个在广州照的核磁颈椎腰椎，结果看了看就没什么问题，都是属于正常的，报告也写的正常。在这儿呢，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哎呀，国内好多这个辅助科室，就是影像学的医生啊，还有这种 B 超室的医生，我说他做这种临床检查啊，就是有点做多了以后，就觉得自己这个专业过于伟大了。但是从我们临床医生的角度看呢，我不知道所有人啊，我只是说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可能是错的，可能也不代表这个权威啊，我就是一普通小大夫嘛。我的观点呢，就是辅助科室就是辅助科室，你甭管是医学影像S 片、CT、核磁这些检查，所有的检查，它只能代表你做检查的时候那一瞬间的状态。你照 S 片的时候，医学影像学的医生会让你指定照一个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姿势，然后摆好这个姿势啊，然后机器再照。照的时候呢，这个 S 线就是一瞬间的放射，然后就在底片上留下这个影像了。核磁时间长一点，但是因为它是做的这个切片嘛，所以它做的扫描的层数多，实际上也是就是一下就是一个磁场。B 超呢，它是一个动态的，那就更取决于你这个检查医生的技术水平了。你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病情，不同的 B 超医生可能得出来结果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太太就经历过这个事儿。当时我太太在北京，就是这个月经突然没了嘛，没了之后，觉得会不会怀孕了呀？然后就买了一个验孕棒。验孕棒呢，就是不是太准啊，我感觉质量有问题，好像是2条杠，但是又有点浅。然后我说：“那你去医院查个血，做个检查吧。”然后他也没等着我，自己就去了，就去了这个东四环的一个公立的3甲医院吧，名字就不说了啊，但是是经常上新闻的一个医院，负面新闻啊。然后去了那个妇科，结果说感受非常不好，就做到一半就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我一说怎么了，他说你快来吧，我这受不了了，就是要崩溃了。我说那赶紧去吧，打车去。去了以后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挂了妇科，说查一下血，然后呢做个 B 超，结果就查完血呢就确定确实是怀孕了，然后做 B 超，就那个 B 超医生呢，直接就说什么都没看着，你赶紧找你的这个妇科大夫去看去吧。然后呢报告都没出这个 B 超报告。然后到了妇科那儿呢，妇科那个大夫给 B 超室大夫打个电话，然后就说：“哎，我做了 B 超，什么都没看着。然后你看是不是要做这个流产啊？”然后呢，这个妇科大夫呢，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直接跟我太太就说，你就交点押金，明天早晨几点过来空腹，直接去手术室做流产。然后我太太头一次怀孕嘛，然后也吓得不行，她说什么情况呀？为什么就直接就要做流产了呢？然后我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就开始在那个门诊就哭上了。
那我到了以后，我说你先别着急，咱们再到那个毕涛医生那儿去问一问什么情况。然后呢，这个毕涛医生态度就特别恶劣，然后就说你这个就留不住了，你就别留了，直接做流产吧。然后我太太当时就吓得就都开始哆嗦了。然后我说你先镇定，你别管他说的什么情况，我们不能光听一个，我就给他安排了这个协和医院，找朋友这个挂了号，结果我提前打了声招呼，然后那个协和的妇科大夫就说，哎，这个先别着急，这个怀孕早期呢，有可能出现 B 超查不出来的情况，就是正常的，你先安心养胎，然后过1周以后我们再查一下，然后过了1周我们就去协和复诊嘛，复诊再查 B 超就是正常的状态，然后后来就怀孕就生小孩嘛，就都挺顺利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如果你是作为这个影像学的医生，你看到一个不好的结果，你不能先入为主啊，你一定是结合病人的实际情况，结合这个临床医生的建议，这样来参考。好多人就是看片子，就是看到报告说，哎，报告写的未见明显异常，然后就我没病了，或者说，哎，看这个报告说写的特别严重，写了好几行，这个1到15，颈1到颈7每一节都有问题，那是不是要死要瘫痪呀？这也不用过于担心啊。就是临床医生看的这个检查呢，和影像学的这个辅助科室的医生他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以 X 光为例啊，就是 X 光，如果是我是影像学的医生，我看这个片子，我看的是什么呢？第一看它形态有没有问题，就是有没有骨折，有没有长这种肿瘤，有没有长这个结核，有没有出现这个脊柱的空洞，有没有就是奇奇怪怪多长一节椎体啊，少长一节椎体啊，有没有做过手术，是不是上面有钢板啊？就是影像学是看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呢，负责任一点的医生呢，他可能会给你报告写的详细一点，说哪一节的椎体有点变窄了，然后哪里有点增生啊，有没有压缩骨折，然后这个形态序列啊有没有什么变化，这是影像学医生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去看一个世界名画，然后写了一个这个观后感，我看了这幅画，画上我看到什么东西了，蒙娜丽莎画名，上面呢是一个山水画，后面有一条小河，然后前景呢是一个半身的一个女士的雕像画像，这个女士面带微笑，目视前方，这就是报告的结果。那你直接看这幅画和你看这个报告，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作为临床医生，比如我是骨科的，那我看这 X 光，我看什么呢？我看的更多是细节，然后而且要把这个细节和病人身上的症状去做对比。如果能对得上，那我就要考虑了怎么去治疗。那如果对不上，那我就要有一个这个警惕，我要进一步检查，排除一些情况。排除什么呢？排除它有一些异常的排列、异常的序列，或者说长肿瘤了，长一些其他的东西了，这种是非常常见的。当然，在加拿大这边，你如果是这种自己开诊所的中医医生，可能这种就是概率非常小，因为它是一个医疗体系嘛，你就从家庭医生、从专科医生这边，如果有特殊情况，其实早就筛查过了。正常来说，在中国也是这样的，但是好多时候就因为你这个中国这个诊疗制度嘛，就是好多人就急于求成，就是有病就乱投医的。那我大学同学就在同学群里面就分享过一个片子，我们一看都是一身冷汗，就是一个30岁的女性，年轻女性，照了颈椎的 X 片，颈6和颈7是这种状态，就是完全是错开的，中间可以说搭着一点，也可以说一点没搭着，就是一个完全脱位的状态。
然后我们问说这什么情况啊？这是让人打的吗？结果大学同学说这是天生的一个脱位，30岁了一直这样，从来没看过，就是老头疼脖子疼。那你这种如果没照 X 片，你直接上手去治疗，那很可能这脖子就断了。这最轻是高位截瘫，重点可能人命就没了。这是做 X 片做这种影像检查的意义。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你照了一个片子，然后报告写着未见明显异常，你就烧高香吧。这个就是可以代表你可以正常的常规保守治疗的意思。其次呢，就是如果我做手术，那我是需要照 X 光、照 CT、照核磁，我要根据这个片子作为我手术时一个参考的一个地图，来根据这个片子考虑手术的路径，考虑手术的方法。那这个就是说，这好多基本功啊，现在不光是临床医生，这个好多影像学的医生，这个水平真的是太差了。就是我看了太多报告了，就好多病人不知道拿片子，上来就先拿报告，但是我一看那报告，就要过去就直接要打回去重写的。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公立医院那时候就有这个影像学刚毕业的研究生，哎呀，就鼻孔看人的，就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上来写报告，我就直接打回去了。我说这报告不合格，重新写。还不服气，不服气直接到门诊来找我来了。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你这个片子看好了，1、2、3、4哪里没写出来？你这个报告如果写出来未见明显异常，你要担责任的，我也要担责任。”这才服气了，这才回去重写。要不然没人教他，你这早晚要出事的。然后加拿大这边的影像学医生写的报告我也看了不少。哎，您好，又过来打岔来了，欢迎打岔啊！感谢大家捧场。加拿大这边的好多片子，我不是在这个公立体系里嘛，所以我门诊也没有这个 CT 这个叫什么光驱啊。你现在这个笔记本也好，电脑也好，都不买光驱了嘛。但加拿大这公立系统，它照片子、照 CT 核磁好多是存在这个光盘里面的，那我就没法看。病人都是带这个报告嘛，报告拿英文写了，我一看这就基本上什么都没写，你就基本常规应该写的东西都没写，这都是你要过去都是不合格的报告，都应该打回去重写的。但你没办法，你不是这个体系内嘛，那就只能这么吐槽一句了。然后好多临床医生也是不会看片子的，就只会看报告。这个，你过去我们说都是笑话。你外置 USB 光驱我买了一个不好用，我这还买的 DVD 的呢。但是它光驱他们那个公立医院用的不知道什么系统，那个存那个文件格式打不开，没办法。哎呀，整了不好使。他们这个公立体系这个系统太陈旧了，我觉得和国内那个还不一样。国内那个他们就是存的一个影像文件嘛，那很大，确实是文件很大，它可以看很多细节。你装特殊的 APP， 装特殊的应用就可以看。这边这不知道是装的什么，他们说是我问家庭说是他们有一个系统要花钱买，那我为了看片子买这个就觉得不太划算，就没买。你光有一光驱也没法看，所以就放弃了吧。哎呀，这不吓人，其实更吓人的都见过。那里边长，见过这种脊柱里面长结核的。你想想，大家看看这个卡介苗是多少年都不打了，这个结核病人我们以前在国内见到过，门诊说腰疼，然后我们说那入院常规检查一下吧，说这个疼的莫名其妙的，说身体健康，这个喜欢运动，壮年，这个没有任何指征说是常规的骨科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入院查了，本来也没说有什么问题，说是常规治就行了。结果第二天片子报告一出来，我们这吓一跳，说这不能治了，这传染病啊！这脊柱里面长结核，长得还挺大的，
然后我们赶紧照胸片，胸里边也是有结核。我说怎么得的结核呢？这接触什么人啊？赶紧吧，你去这个传染病医院吧。就赶紧先治结核要紧啊，这个更危险，而且你，这个脊柱里面那结核都把那个骨头都吃了嘛。哦，可能文件有专有格式，有开源免费的替代品。哦，能找到肯定更好啊，谢谢啊。我这个计算机水平就是比较陈旧了。哎呀，我年轻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是标准的网瘾少年，那个时候电脑还比较熟，后来就不是太关注这方面的事儿啊。然后就长肿瘤的也见过，反正各种奇葩的都见过。所以说这个不光是疗效是这个认知的变现，你这个临床安全也是认知的变现。那就好多人闹过笑话了，就我们学校啊，著名教研室主任，这个很有名的，现在是网红医生。你们手机里边看抖音、看微信视频，应该经常能刷到他的。那名字我就不说了啊。他是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就是我们每年开这个，以前在国内有这种中医骨科啊、骨科专业的这种年会啊、学术会议嘛，那他这个地位就肯定每年都得去上去讲两句啊。讲两句呢，就是我们就每年都看他讲的，就是都有一个很奇妙的效果，就是他会带着一个珍藏了20多年的 S 片，就每次讲都把这个片子放到这个 PPT 里边展示出来，就说：“哎，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S 片，给你们看一看，你们这好多人都没见过。”然后他一展示这个效果，就是下边全都开始捂着嘴笑。找找看，有个中文界面的小赛看看，能看加拿大专用的造影文件。哦，谢谢谢谢，那我回头试一下。这个真是我困扰我好几年了，我就是说真是这个有片子看不了，那有时候挺别扭的。当然，其实在这门诊的话也无所谓，没有那么严重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常规的片子嘛。然后还说回这个专家啊，他就说他这个是他实习的时候见到的一个病人的片子，然后呢是一个少见的多椎体融合片子。但是我们这个干临床干多了，下边这一看，我靠，这个认错了呀！这个不是一个椎体融合，这是一个明显的颈椎手术以后的片子，就是他那几个椎体打一块了。然后这个专家呢，就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椎体融合的片子，然后每年都上台上讲一次，然后讲的时候大家就在下面窃笑，然后也这么多年也好像没人当面跟他提这个事儿，让他纠正一下。我觉得这个国内的学术界的氛围也很有意思。哎呀，所以你要说看片子，就是医生看和这个临床医生看和这影像学的医生看是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看的重点不一样。啊，所以你作为病人呢，就不用太关心这个片子上有什么 X 啊，问了谷歌的 AI，太机智了。我也在用谷歌的 AI，这个还是挺好用的，但我觉得没有刚出来的时候那么好用了。刚出来的时候，这个响应也快，然后回答的问题还是资料挺详实的。现在我感觉经常查到一些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答案。那天我去问一个玩游戏的一个问题，就发现就是纯粹胡说八道给我乱编的，就根本就和游戏内容没关系。嗯，所以从病人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你去跟医生去说，你没必要说，哎，我做的 S 片是什么？就是好多病人一来就说，我腰间盘突出，然后我这个肩膀韧带撕裂，人同样一个词，你在病人你的脑海里面的这个意思
和在临床医生脑海里面的意思不是一个意思。就是我其实从我的角度啊，就个人观点啊，大家不一定当做这个真理，就是每个人的临床经验啊、观点是不一样的。从我的观念啊，其实我不是特别重视这个片子里面是什么，增生了骨刺啊，这个还是韧带断了啊，这个不是太关心这个东西。就是我更关心的是这个具体的病人，因为我们是要治疗这个病人嘛，我们要把这个病人治好，而不是说我要把这个片子治好。这个又得提我们原来提过那个姓儿也别说了，上次一说姓儿，好多人一问 AI， 把人诊所都查出来了。我们说北京有一个著名的 chiropractor 医生，留学归来海归，08年奥运会都是能这个有特殊头衔的。他就是诊所来了病人，他诊所直接可以照 X 片，然后照完以后拿着全套的文具，就是各种尺子呀、各种笔、各种色儿的，然后在这灯箱上就开始画了。画完了以后，画的极其规范，然后就给病人讲，你不管病人文化程度什么样，都能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你这个颈椎，你这个腰椎关节哪儿变形了，哪儿曲度变了，哪儿有增生，哎，那个角度是多少，这个是什么什么问题，那是什么问题，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一目了然。然后就开始治一段时间之后呢，再照一个片子，然后两张片子对在一起，然后再给你画一遍。你看你这个治疗之前是这样的，然后治疗之后呢，你的片子变成这样了。然后呢，我们治疗取得了圆满的伟大的成果。然后病人呢就问说：“哎，那大夫，这个我这里还疼怎么办呢？”那你这里疼，你吃止疼药就行了。我们这个片已经治好了。你这个，那你从病人的角度，你是怎么想的呢？你是需要这个片子治好吗？你片子治得再漂亮，你身上还疼啊，你胳膊还抬不起来啊，那你有意义吗？你到时候给人看你的片子变得多好吗？不是应该看你自己舒服不舒服吗？所以我给病人治疗，我的观点就是，包括这个也是跟这个关炳俊医生学的嘛，就是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希望通过治疗能够让病人达到无痛无碍，没有疼痛，没有活动障碍，可以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就这个病人他是希望他能滑雪，那你给他治到能滑雪才行啊，而不是说你这个受伤了，你膝盖有问题，腰有问题，他想滑雪，你跟他说，哎，为了治疗的目的，你就不要滑雪了。那你如果是为了治疗目的，你让他暂时不滑雪是可以的，但你直接给他判死刑，说你以后你再也不能从事滑雪了，那你这就不是治疗的意义嘛，对吧？你上嘴皮对用下嘴皮，你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还要你来干什么呢？你治疗的目的不就是让病人做他能做的事情，做他想做的事情吗？让他减轻痛苦吗？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意义嘛。包括手术不手术也是这样。今年早些时候吧，然后有一个北京的小伙，刚上大学吧，还是高中还没毕业啊，就是很壮的状态小伙子，然后带着父母就过来了。过来他是什么诉求呢？他说：“你帮我诊断一下，我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完全没提治疗的事儿。然后我就给他诊断了一下，然后他说他的症状，然后我结合他的症状，结合他的身体状态，做了这个体格检查。查完以后，我就很明确跟他说：“你这个没有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就是中文里边就是因为历史原因，因为这个翻译啊，因为学术的原因，
就好多这个词啊，就是差一点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两回事儿。腰椎间盘突出是指你照 X 片、照 CT、照核磁，你的间盘有突出了，可能是轻度的膨出，可能是中度的突出，也可能是脱出，也有可能是伴随着椎管狭窄。但是你突出也好，脱出也好，膨出也好，不一定是有神经根的刺激症状，不一定是有腰疼腿疼的症状的。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叫做腰椎间盘突出症，它一定是你做了影像学检查有突出，同时你的体格检查，你身体的主诉的症状有相应的神经根的刺激症状，然后体格检查也有相应的支持这个诊断的证据，几者结合才能够诊断它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这样说就是能说得清楚吧？所以呢，这个小伙问我说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我就告诉他没有。然后他就把片子拿出来，他说：“你看我的片子有腰椎间盘突出了。”然后我看了看片子，非常轻微的一点点的膨出。按道理来说，如果它是正常的一个椎管结构、正常的一个状态的话，是不应该有这些神经症状的刺激的表现的。它实际上也没有。但是他照了这个片子之后呢，他又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啊，可能也问了谷歌 AI 啊，也可能是国内的 AI，也可能是受这些抖音的这些视频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短视频的影响啊，就说他这个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而且必须马上最快的速度做手术，把这个间盘突出给切除掉，它才能好。但是实际上从我的观点来说，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久坐的症状，就是坐时间长了腰酸，然后没有任何下肢的症状，而且他就从来不做运动。这个就是我们都从我们临床来说，我觉得都不能算病，它是一个生活状态的问题。结果最后说半天还是没劝住，就是这个短视频洗脑的力量更强一点，他就回国选择做手术了。做完手术好像状态很不好，就那时候跟他父母交流，就是都因为这个都有点要抑郁的倾向了。这我觉得真是太害人了。这种观念啊，就是还是刚才说那句话，就是健康就是认知的变现嘛。那你认知错位了，就会有这种错位的健康，就导致你健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原来老师啊，就是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普通的病人如果要想健康养生，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不要看降生，不要看健康养生类的节目还有视频。当时这个还没有什么短视频啊，当时我们说的主要就是卫视台做的一些这种养生类的节目，因为我们都参与过这种录制啊，我们都知道他做媒体的人和做医学的人是不一样的。做医学，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首要就是要严谨，就是你的逻辑思维要严谨。你如果不严谨，什么都模模糊糊、马马虎糊的，那你就是疗效也就是马马虎虎的。还做媒体的呢是什么？就是抓眼球。那我陪着那个老师过去录视频，本来说一个什么病，哎说的很严谨，前提是什么什么什么，你这什么什么生活方式，然后有什么情况，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然后这个症状怎么鉴别？鉴别出来之后，确定是这个问题，你再用什么方法去按哪个穴位啊，然后去做什么锻炼啊，你就能够得到缓解。如果不缓解呢，就及时到医院明确诊断，规范治疗，然后让这帮做节目的、做视频的直接一掐，什么病，有什么穴，一句话，几秒钟，点击量特别高。那你像真是严谨做，或者像我这么絮叨的，这来回车轱辘话这么说的，就没人爱听，你的点击率也不高，也这平台也不推荐啊，所以就算法不支持嘛，那你就
知道的人就少，那正确的认知就传播就传播不下去嘛。所以各位有缘来看直播的，就还是希望能有收获吧。简单就讲这么多吧，就是这个疾病的认知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更多的关注一下，哎，我是哪里疼痛，哪里麻木，哪里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具体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有哪些活动受限？哎，我不能抱孩子了，我不能弯腰了，我不能自己穿衣服了，或者说我不能拿重东西了，或者说我头晕，我失眠，我没胃口，就是把这些症状还有影响生活的这些问题告诉医生，而不是说我上来先问 AI， 我上来先看一些短视频、刷视频、刷小红书，我找出来我是什么病，我先给自己一个诊断，然后我再拿这个诊断去问医生，我问医生确认一下，哎，我看这个短视频对不对？这个就是通常就是会导致这个很多医生这种防御性的医疗。前几天就看到一个抖音嘛，就说，哎，我晚上吃饭，嗓子卡到鱼刺了，然后带着摄像机一家一家医院去问，跑了4家医院了，没有一家医院给我取这个鱼刺，然后下边评论都是活该。你这何苦呢？你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嘛？对吧？而不是说我上来先给医生一个诊断，我得了什么什么病，那你这个诊断很可能是错的，很可能就给医生一个误导，反而让这个治疗出现偏差了。我前面直播也说过嘛，就是有病人就觉得，哎，我就是脚的问题，我踢球踢的这个把脚踢伤了，有脚不舒服，然后最后一查其实是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这种末端神经这个腰无第一的神经的问题。那他之前拿着这个脚病去找各个医生去治，怎么治这个脚都不见好，不就是反而是增加了自己这个诊疗成本和康复的这个机会吗？这个就是从一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聊起来这些事儿。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或经验想讨论的吗？或者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话，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前天不是做这个直播讲这个棒龄嘛，结果我看好多朋友在下边评论里边说这个棒龄已经下单了，我没想到这么快。棒龄呢，大家买的时候，尽量能宁小勿大，就是你看自己的体能啊，平常的运动习惯、体力，就是能买小的就先从小的开始。女士的话，你买1磅、2磅的都可以。然后，男士的话，你可以从5磅或者10磅开始。如果是特别强壮的人，你可以试试15磅，但我建议你先试小重量的。然后之后呢，你说我想增肌的话，那你也不用说我先买一个很重的，就是可以买那种就是可调节的棒龄，就是有这种产品，它是可以通过调节这个配件，然后改变它这个棒龄的配重。这样呢，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增肌，就是先用轻重量热身，然后用这个重的重量增肌，就是不要上来就先买一个很重的，上来买一个很重的很容易就是失控。这个你脱手的话就容易砸到东西啊，甚至砸到自己。然后呢，它一般是有2种，一种是这种金属的，还有一种这种包胶的。大家看自己的这个环境，如果就怕砸着东西啊，或者是砸到身上疼啊，可以买这种包胶的。它会稍微大一点，手感可能是不一样。然后我那天视频里演示的就是这种金属的，它会显得小一点，因为更好抓握。但是金属的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一出汗容易会滑。所以你看我缠了一个红布嘛，大家可以缠绳子或者缠这个绷带都可以，就是防止它这个有汗以后防滑。那我计划就是可能下周抽个时间，先把一些很基础的动作，因为我看网上视频，尤其是中文的这个视频，好多都是拿那种特别大的20磅、40磅去做那种
流动的这种视频比较多，就做起来好看嘛。就是普通初学者呢，就是难度就太大了。咱们就是主打真实，就我怎么练，我就怎么在视频里面展现。就是我就先当做一个初学者没学过的，然后我们学了这个预备式，下次呢，下周我就准备做一些基础的单手动作，难度都尽量低一点，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我们再逐渐提高，看这么安排行不行？那大家是喜欢这种像上次一样，就是直播我一边讲一边示范呢，带着练呢，还是说专门录一个标准一点的视频，这样大家反复看，或者是这种直播能交流的更好一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或者发这个私信。哎，对，这个说的很对，就是不能先入为主，不要给这个医生增加额外的变量，这个就是有时候挺可怕的。因为你一说一些网上查的东西，网上的信息，因为它要吸引眼球嘛，它往往是把一个病最重的情况给写出来，然后那你一对号入座，就特别容易影响。就我们去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病名啊，叫做医学生综合征，就是说好多医学院的医学生去学这个各个病的时候，就是学到一个病有什么什么症状，什么什么表现，然后自己身上就觉得好像自己身上得这个病有什么症状了，就跟那个书上一模一样，它就叫医学生综合征。就是人的这个主观意识啊，是会让你这个肉体、你的身体发生很多变化的。所以你去查那些信息，就过去那老话就是百度看病，癌症起步嘛，就他都给你把同样一个病最严重的那种情况给你写出来。但是实际上人体是很复杂的，直播和视频都能一起做，那我就先试试直播吧，直播就不用准备太多，然后看看可以把这个示范带练的这个部分再剪成切片，然后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就再单独录视频。星空体投射啊，就是出体嘛。这星空体投射那个方法有一点危险性，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它其实是需要有很多前置条件的。我之前在讲那个死藤水那视频里面讲过道家这个出体的分类，就是你是出阴神、出阳神，还是最终这种黄庭真人，它是层次不一样的。星空体投射那个就是很典型的，我觉得可能出阴神都算不上，它是一种假性出阴神，并不是完全出来了，就是一种感觉的错觉吧，就是能做的事情很少的。网上信息这挺多的，但是我看了看，好像都不全，应该不是这种成系统的。我讲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就比如说这个之前，姚明还有刘翔他们跟腱断了嘛，断了之后，当时国家都是组织这种专家去会诊嘛，会诊。你像刘翔那时候，上海组织很多专家去会诊，包括那个任教授当时也去上海就看了，其实很多专家都是给了保守治疗的建议，但是你顶不住这个领导一句话呀。那罗翔不是说了，根本大法，领导的看法。那领导让去德国做手术，那就做呗，做完这人就废了。反过来就是体操那个运动员啊，那个不说了，那个争议比较多。讲讲我们这之前那个以前的老病人吧，就不说名字，不说全名了啊。前天那个王教主不是念了那个那叫什么？SOHO，哎呀，到嘴边就是做房地产那个叫啥来着？就是写信，写了一封长文嘛，修仙流的长文。啊，对，潘石屹，我有一个病人啊，当时就是跟潘石屹、冯仑他们一块儿在海南
做房地产的，不是他们合伙做啊，就是各做各的，而且就是叫老范总吧。他说当时他在海南做的比冯仑、比这个潘石屹他们做的都大。后来这房地产海南这不是这个崩盘了嘛？崩盘，他们这批人就是各地发展了，然后北上了。就是这老范也来北京，那桑兰那事儿别提，这个事儿很复杂的，但是我们经历过，知道一些内幕，这不说了啊。他那高位截瘫，而这老范也是高位截瘫，他是来北京做房地产，本来一开始挺顺利的，结果就是这个潘石屹说的嘛，你最大就是天就决定你，他就带着员工去内蒙玩去了，玩去自己开车越野，很好的车，结果在草地上不平嘛，你不是公路啊，你草地就直接车就翻了，发动机起火，车就着上了，着上之后。他后来跟我复述的时候就说，这个一翻，昏迷了一瞬间，然后就醒过来，醒过来之后意识清醒，而且全身的感觉都有，就是全身都疼嘛，你翻车了，然后下肢的感觉也都在。结果他这个下属呢，这老总这个翻车了，这得赶紧救啊，冒着火把车门拉开。他说7、8个人，一人有蹬胳膊有蹬腿的，就给他往外拉。但是他这安全带还没解开呢，他说这一拉坏了，整个安全带以下腰以下什么感觉都没了，高位截瘫。那你最后这个本来正是事业这个上升期的时候，就是只能专心看病了，各大医院就看这专家。那任玉衡教授当时不是这个看了很多截瘫的病人嘛，然后北京电视台还拍了一个截瘫之谜，给他拍了一纪录片，40分钟的，我看看能不能找着，我可以传到油管上去。这个好多人看了肯定都得吓一跳。他就高位截瘫，哎呀，这老范这挺有意思的。我那时候我还借他一本陈莹宁的那个全书看的，我说你这个可以没事可以修仙嘛。结果我当时想的，当时年轻嘛，我想，哎，老范这个关系这么好，我借他这书了，他看不懂，是不是得来请教我怎么具体修啊？结果人借走书以后不还我了，也不来找我了，哎，这么多年就失联了。他后来那个护工都成专家了，就老看各种顶级专家嘛。然后后来那护工直接回老家开了一个按摩保健的那个店，后来都赚了不少钱。这个老范就是高位截瘫，他这个你要一般的这种常规的医学就认为，就你高位截瘫就这样了吧，就终身这种残障人士嘛。但是实际上，他这个你说成功人士绝对是有成功人士的必要因素的。老范这个绝对是精英，脑子很清醒，而且执行力特别强。就是你跟他说治疗、做康复该做什么训练，一点折后不打的，绝对都做到。所以他就康复的特别好。到后来就是一个肘拐，不是那种拐杖啊，不是架在腋下那种，就是一个肘拐，就看着就是一个手杖，手撑住，然后就可以自己行走，状态非常好，能自己开车。有好多网上那个人就是不懂，然后就说这个嘲笑什么邓海迪啊，就说你这不是高位截瘫，你怎么还能开车还能站着？哎，这些人就是完全对这个病不了解。我们医院骨科当时我们3层嘛，有1层住的全是截瘫病人。截瘫病人你通过规范治疗，通过这种规范的康复，当然肯定是得是这种团队的治疗啊，系统治疗才能行。他是可以恢复的状态很好的。老范那时候就能自己开车，因为中国的法律就是交规里面是允许你这种残障人士做特殊的汽车改装，然后开车的。老范那个车就花了很多钱，他那应该是一个奔驰吧，然后
这个改装就油门刹车都改成按钮了，所以他用手就能操作就能开车。那个邓海迪，我觉得也应该也是类似情况，就是他那个车肯定也是改造过的，改造过的之后，这个残障人士可以考驾照，可以开车，可以上路的。包括加拿大这边也是，生活在加拿大的人经常能在超市啊，在商场各种地方能看到这个残障车位嘛。它有些汽车经过特殊改装，很多人是能够驾驶汽车，能够出行的。我在这边治过一个白人的老太太啊，她都年纪很大了，应该就是那种上层社会的吧，反正不差钱。16岁骑马从马上摔下来，然后后来这个做了很多次手术，手都变形了，所有的关节都做过手术。自己不能做饭，就手不能做饭，不能切菜，不能做东西，所以是政府给他派人每天帮他做饭，然后自己是可以开车的，他手不能握方向盘，他这拿这手腕去弄方向盘，这都能开车。所以驾驶不需要那么高的身体能力。是老范，那就是你要好多人就说是医学奇迹，其实不是奇迹，就是你规范治疗，然后加上患者的配合，就是可以达到这种所谓的医学奇迹。但是说叫奇迹，我们就认为应该就是这样。你像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病人，你叫谢尔盖，是一个俄罗斯人，小伙子，他的爷爷是前苏联教育部的部长。他爸爸是俄罗斯军火商，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财阀吧，不是最大的那种啊，就是中不溜的吧，就是往非洲卖军火的。然后就这个谢尔盖就让这个俄罗斯黑帮就给绑架了，绑到一庄园上，然后赶紧特种部队就去救啊。就这个俄罗斯他这个思想啊，跟这个中国人跟世界上大多数这个国家思想不太一样。他们这不考虑人质死活，上来就把绑匪都击毙了。这也可能是怕说查出这个绑匪这个幕后指使者是谁，反正就是绑匪都击毙了，没留活口。然后绑匪最后一刻直接一枪从谢尔盖脖子这儿击穿过去，颈椎打碎了，赶紧做手术啊！那他们家在这个俄罗斯就是有钱又有势。这个赶紧做手术，做完手术水平还是挺高的。做完以后，命没问题了，在高位截瘫，跟那个俄罗斯医院康复了1年，一个手指都不能动。然后他爷爷吧，就听说这个任教授嘛，就拜托这个外交部，然后说要找这个任教授来治疗，然后就先把片子拿过来了嘛，片子传过来。人还没来，然后任教授就看这个片子，就是一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说你这颈椎手术这个钉子怎么是歪着打的呢？就他那个颈椎手术，可能是因为说一枪直接穿过去，各种情况比较复杂，先救命嘛，就做的比较潦草啊，草台班子嘛。反正就是这钢板把这个脊髓给压迫了。不是说那一枪把脊髓打断了，所以说那你说是不是应该先做个手术啊？然后这任教授就没让人来，就说你们就在俄罗斯就把这手术重新做一下，钢板取出来，啊，重新打一下，打正了。结果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就又做了一次手术，然后手就开始有知觉了，然后腿也开始恢复知觉了。然后他就有信心了，有信心。他爸爸就说：“那你谢尔盖，你来中国治疗啊，我们已经看到人还没治呢，就看到效果了。你这个得达到3个目标啊，就给他下了3个目标，什么呢？第一个学会中文，第二个能站起来，第3个会打太极拳。这个我觉得他爸心也够大的。那一般这儿子高位截瘫了，能起这目标，我觉得也不是一般的脑回路。但最后谢尔盖3样都做到了。来了以后就是
真的是训练很刻苦。最后就是说，你通过这个明确诊断，他把他的脊髓状况调整好，然后保守治疗，最后三样都做到了，学会中文了，能正常交流，能跟我们交流，然后能叫外卖，还能泡妞呢，然后能拄个拐，就是也是手拐，就是他那个要一个支具，因为他最后那个膝关节还是锁不住，还有一个特殊的支具能辅助他站立，但是能自己走，能主动走了。最后太极拳也能比划比划吧。就是说这种你如果光看到说高位截瘫老范这一车祸，然后这谢尔盖直接一枪把脖子穿了，颈椎打碎了，那你这种就高位截瘫没跑了，你就一辈子都瘫在床上就好了。那谢尔盖当时原话就是说，他在那个病房，所有人都是高位截瘫的，所有人都是这个结果，他都已经接受了以后一辈子就这样躺在床上动不了的。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不看这个片子，你考虑这个人的状态，把这个片子看仔细，他是有治疗好的机会，至少比躺在床上瘫在床上一辈子上要好得多的。所以说，这看病这个事啊，一定是以自己为主，然后要相信医生，医生也要相信病人，它是一个合作的问题。你如果没有信任，没有这个明确的诊断，没有这种规范的治疗，那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这种疗效都是要打折扣的。就是今天这个一个微信群看到的一个消息，随便跟大家聊一聊。时间有点长了，1个半小时了呢，我们就下次再继续吧。今天先到这儿，各位再见了，结束直播。